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谈到李嘉诚的时候，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说，李嘉诚凭着足以垄断香港的房地产业务，累积了巨额的财富，但却没有一个真正能享誉天下的产品。在谈李嘉诚对国家并没有什么贡献，在他眼中，房地产这样的事不过是倒买倒卖的买卖。在中国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，李嘉诚选择撤资内地，吸干了香港之后，转身投英国伦敦，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的声音出现。而李嘉诚面对这些批评和争议的时候，自己也坦言道，自己在职业上就是一个单纯的商人，不要用那些所谓的道德去评论他。作为一名商人，在李嘉诚心中，利益的确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。他是一名出色的商人，却不是一位会被尊重的企业家。李嘉诚自己也曾经说过，他这一辈子做投资都会把风险放到第一位，会走在市场变化之前。李嘉诚的远见让他敏锐地洞察着市场上的变化风云。如果你研究过李嘉诚的贫穷经历，你就不会质疑他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到香港避难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到处都是失业的人。他失去父亲后，母亲一个人就更难找到工作了。李嘉诚又是家中的长子，对母亲非常的孝顺，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。幸运的是，一位茶楼老板收留在茶馆里当跑堂的员工，所以16岁的李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，开始了拼搏的人生旅程。每天茶楼天还没亮就要开门，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，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，这实在是太煎熬了。李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，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，直接把他打死算了。就是这么一个出生在动荡时代的贫穷人，因为做到了几件事情，所以翻身了，最后成为了华人的首富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李嘉诚早期在茶楼这段生活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看到听到，久而久之使他练就了看人的眼光。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，他的性格特征、生活习惯、为人处事，一见面就能猜出个8、9不离10，也知道了该怎么样与这样的人相处。他读书不多，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，这个本领对他往后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来往茶楼里的客人里，最让李嘉诚羡慕的是企业家，他奋发向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可是像他这样没有后台、没有本钱的人，该怎么样才能投身企业家呢？李嘉诚17岁那年，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。他找到了一份塑胶厂当推销员的工作，便辞掉了茶楼里的工作。推销员被很多人称作成为富豪的必经之路，但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复杂的职业。做推销员的本事是脸皮厚，能磨会缠，使客户不得不买自己的商品。不过李嘉诚从不愿意死皮赖脸地缠着人家，他总是事前想好几套方案，使人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产品。有一次他推销一种塑料洒水器，走进了几家办公室都没有人要。他灵机一动，对办公室的人说，洒水器可能出了点问题，想借人家的水管试一下。于是趁机在办公室里表演洒起水来，结果引起人们的兴趣，一次就卖掉了10几个。有人认为推销员一定要能说会道，李嘉诚却不以为然。他不喜欢高谈阔论，讲话也是不快不慢，没有那种所谓外交家的口才。由于李嘉诚推销有术，别人做不成的生意他能做成，他所在的那家塑料厂的效益也就越来越好。生产同类产品的商家发现竞争胜负的关键尽在这小小的推销员身上，便想花大把代价把李嘉诚挖角过去。李嘉诚的老板得到消息，唯恐李嘉诚真的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，于是抢先下手，把李嘉诚提拔为业务经理，并破例给了李嘉诚20%的红股。3年以后，正当厂里准备重用李嘉诚的时候，他却坚决地辞职了。20岁的李嘉诚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形势，做好了准备，他要放手大干一场了。白手起家的李嘉诚用自己几年来积蓄的7000港元，又向朋友借了一些钱，在维多利亚附近的一条小溪旁
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，买下了一台老掉牙的压缩机，办起了长江塑胶厂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个厂只有这块招牌是新的，其他的全都是旧货。工厂刚创办，缺乏资金，更缺乏人才。每天一大早，他出门去联系业务，这时候他是采购员兼推销员。等到他回工厂后，厂里的一天生产才能开始。这个时候他是师傅、老板。晚上搞设计，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照图施工。他又成了工程师。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6个小时。年轻的李嘉诚就像别的创业老板，希望事业发达，他急于扩大再生产，缺少资金就向朋友去借。但是他也碰到了所有刚创业企业家常碰上的问题，产品出现滞销，资金周转不灵。他没有扩亲戚，也没有富朋友，人家借给他的钱都是准备自己办事用的，所以一定要如期归还。可是李嘉诚借来的钱已经变成了产品，而产品还没能变成钱，所以他拿不出钱还人家，一度面临破产危机。据说他有一天晚上围着工厂转了大半圈，几次向河边走去，但终于又走了回来。他并没有自杀，朋友们都劝李嘉诚，算了，干脆把厂子卖掉还了债，自己再到别人的厂里去工作，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够得到老板的赏识，待遇也不会差。但李嘉诚不愿意这样做，他冷静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，主要还是操之过急，生产与销售配合得不好。他果断地压缩生产，把得力的工人派出去搞推销。长江厂的产品毕竟质量好，很快就得到几个代理商的支持，他们预付了一笔定金给李嘉诚，使他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。李嘉诚又发现，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卖，香港人是最喜欢摆设的，应该会欢迎逼真、漂亮又便宜的塑胶花，而塑胶花的生产技术要求并不高，他毅然而然决定大量生产各式各样的塑胶花。果然，塑胶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，也为李嘉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。长江塑胶厂的兴旺并由此而起，不久就引起了同行的嫉妒。更让李嘉诚惊喜的是，有一些外国商人也跑来了。李嘉诚从这些商人的口中得到了一个黄金般的讯息，就是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，苏联人扫墓不用纸花，而是用塑胶花，表示生命虽然已经结束，但留下的思想、品质、精神是常青的。北欧人则喜欢用塑胶花装饰庭院和房间。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，李嘉诚大量的生产塑胶花，销往欧美市场，工厂的年利润也是猛升到上千万港币。古人说30而立，30岁的李嘉诚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塑胶花大王。他从一个茶楼跑堂成为千万富翁，只不过用了10多年的时间。正在塑胶花厂畅销全球的大好局面下，李嘉诚却敏锐地意识到，由于塑胶行业高利润的吸引，越来越多人投入此行业，这就势必导致激烈竞争。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。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，自50年代末期经济开始复苏，世界各国的冒险家、投机家纷纷涌入香港。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成长，土地资源很快出现了短缺，所以地价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。李嘉诚和夫人经过反复商讨之后，果断地决定转向房地产业。幸运的是，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经销塑胶产品的美国财团，为了得到充足的货源，愿意以300万港元的高价买下长江塑胶厂。于是李嘉诚毅然地卖掉了塑胶厂，用这笔资本开始买进房地产。几年之中，房价果然暴涨。先走一步的李嘉诚，60年代中期，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，闹得香港也人心惶惶，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，征择廉价抛售产业。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建成了，也没有人会买。如果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，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。处在惊涛骇浪中的李嘉诚临危不乱，他认定动乱只是暂时的，中国肯定很快就会恢复稳定，香港还将进一步繁荣的发展，而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回升。因此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的同时，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将自己所有的资金用来大量的收购房地产。朋友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，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。李嘉诚却丝毫不动摇，他说：我就是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，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，如果怕的话就不要做这一行。果然最后李嘉诚又一次的成功了。
70年代初期，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，李嘉诚从中获得了200%的高额利润。到了1976年，李嘉诚的公司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，成为香港最大的华人房地产实业。时势造英雄，1992年美国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，李嘉诚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并列世界第35位，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。对于李嘉诚的穷人翻身的经历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留言给我哦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